天大的好消息！阿平的中式灶台终于完工了，没有花费1分钱，还做得非常有特色。坐月子的她一边要盖房子，一边还要独自带娃，能把新厨房建成这样也实在是不容易。天刚蒙蒙亮，阿平和乖宝就早早的起床了。昨天已经把厨房的顶棚和立柱建造好了，那么今天就让阿平教教大家如何徒手做一个精美的中式灶台。以后阿平做饭的时候再也不用在露天的院子了。干活之前，阿平当然也要做点早饭来吃。没坐月子之前的阿平早上经常不吃早饭，坐月子期间他不但要喂食母乳，还要搭建房子，这让野阿平养成了吃早饭的习惯。希望阿平能一直保持，毕竟再忙再累，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只见他拿起一个老旧的打火机，小心地点燃了几根干柴。不一会儿，灶台里就升起了温暖的火光。宝宝今天刚退烧，已经乖乖地睡了大半天了。也许是吊床轻轻晃动的安全感，让他睡得格外香甜。阿平知道要抓紧时间把饭做好，不然等孩子醒了，又得一边哄一边做饭，可就麻烦了。他一边细心地淘米，一边用手感受水量。经验丰富的他早已掌握了分寸。米淘好后，他把锅放上灶台，再盖好锅盖，开始煮饭。趁着米饭还没熟的间隙，他赶紧回屋看了一眼孩子，发现还睡得挺安稳，便小心翼翼地把他抱了起来。阿平怀抱着孩子站在厨房门前，还不忘拿勺子搅一搅锅里的米饭，避免锅底糊掉。毕竟这个锅早已年久失修，哪都不好用。抱着孩子的他顺势走到了后院，他轻声地告诉了宝宝说，等你长大了，这里就会有一间新房子了。也许这句话宝宝听不懂，但阿平的眼神里却是藏着对未来的期盼。确认锅里米饭煮得差不多了，他又赶紧盖好锅盖，然后回到屋里，坐在吊床边开始喂宝宝母乳。喂完母乳之后，阿平就要开始今天的任务了。昨天在干妈的鼎力支持下，阿平已经打造好了厨房的基本构造。今天就让阿平教教大家怎样不花钱打造出一个双灶台的中式厨房。这个厨房的面积不小，通风采光也不错。相比过去在露天院子里生活做饭，对阿平来说方便多了。很多人可能很难相信，这样一砖一瓦建好了厨房，竟是一个刚生完孩子不久的女孩完成的。自从被丈夫赶出家门的那天起，阿平就暗暗下定决心，无论多苦也要为孩子撑起一片天。当厨房建成后，整个家的空间也会扩大了1倍。虽然身边没有亲人相助，但阿平对生活的要求一点没降低。他要让这个身处深山的简陋小屋渐渐拥有完整的家的模样。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整个厨房里的核心建灶台了。阿平直接拿来小一点的铁锹，对着弧形内的泥土不停地挖掘。因为这里距离宝宝仅有几米远，阿平也是小心翼翼的，不敢发出太大声响，生怕自己的动作声音会惊醒宝宝的美梦。他根据泥墙上画出2个灶眼的形状，开始一点点地按照图形挖土建造。虽然这是粗活累活，但阿平一点不嫌苦。他认为这既是荒野的一部分，也是填补孤独驱散烦忧的方式。日子虽然过得紧巴，但只要动起来，心里就踏实很多了。用来打造中式灶台的土是山坡上比较紧实的土块，土质很紧实，坡度也是天然形成的，非常适合建个牢靠的双灶台。将来阿平可以一个灶烧饭，一个灶煲汤或煮孩子的辅食，这样也能节省更多时间照顾孩子。在挖掘的过程中，阿平不断地思考着如何更好地设计这个灶台。因为这个灶台面以后还要摆放不少厨具，他的脑海不断浮现各种奇妙的想法。当他把锅台的尺寸一点点修整完毕，手上已是满是泥浆，他来来回回地调试着灶台的大小，以至于到时候锅放在上面会尺寸不合适，只为以后阿平做饭会更方便。阿平虽是个20出头的小姑娘，但干起活来却比不少男生还稳当。她没下过山，更没出过远门，却用自己的方式
把小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如今这个灶台虽然简陋，却凝聚了他太多心血，整个厨房也基本成型了，只差一个橱柜。等阿平有空，他打算用山上的竹子做一个，下雨的时候还能把柴火储存在灶台底下，不至于因为天气而没柴烧。阿平搭建的这个灶台看起来非常的美观实用，相信他烧火的时候火势也能很旺盛。最后他还贴心的在地上挖了个排水沟，防止雨水倒灌进厨房。每一个细节都是他作为妈妈或者作为家的主人默默守护生活的一种方式。也许你会觉得阿平这样的生活难以忍受，可在阿平眼中这已是别墅级的享受了。他常常自我调侃，这里就是他和孩子的小别墅了。因为他不安慰自己，就没办法对未来充满希望。小小的柔弱的女人，肩上却扛起了整个家，这正是我们常说的母爱的伟大。忙完一天，阿平才想起屋里的孩子。他来到洗漱台，用冰凉的山泉水冲洗一天的汗水与疲惫。这个习惯虽然不太好，但他认为这只是小事，因为能省水，也能快点结束洗漱。望着熟睡的孩子，他眼里充满了光。阿平轻轻地把孩子抱到厨房里，想让宝宝一起感受这份成果。2个灶台，一个给自己做饭，一个专门做宝宝的辅食，想想就很幸福。只是眼下万事俱备，唯独还差食材。就这样，阿平和孩子也要休息一会儿了。时间很快来到了下午，在门外的阿平听到了孩子的哭声，他赶紧走过去，把熟睡的宝宝轻轻抱起。接着他准备喂上下午的第一口母乳，小家伙果然饿了，本能的咕噜咕噜吸吮起来，满足的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格外清晰。没过多久，宝宝就吃饱喝足，安稳地躺在摇床里，不哭不闹。趁着这短暂的安静时光，阿平赶紧提起鸡粮去后院喂鸡。他轻声唤着，熟练地撒下一把把粮食。几只活蹦乱跳的小鸡叽叽喳喳地开始抢食。这几只鸡看上去长势喜人，也给院子增添了几分生气。喂完鸡后，阿平回到屋，再次确认宝宝安稳后，穿上那件陪伴自己许久的旧外套，拿起一把锯子走到屋角。只见他对着横在墙边的竹片开始锯割。原来他要在这里开一道通往厨房的新门。早在建厨房的时候，他就打好了主意，想着这样来回走动会方便许多。没一会儿，竹墙被锯出一个整齐的门洞，被拆下的竹片也没有浪费，他费劲地搬到厨房一角。阿平要么做围墙，要么日后也能当柴火用，真是个机灵的女人。厨房里传出哔哔啦啦的响声，阿平新建的灶台已经开始烧火了，火焰非常旺盛。趁着这时候，阿平回到旧厨房，把原先临时搭建的灶台拆了下来。那个灶台不过是几张棕榈叶搭成的简易遮雨棚，如今也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把旧灶台彻底拆掉后，剩下的锅具、柴火也都挪进了新厨房，看起来不光更安全，做起饭来也顺手多了。随后他又细细打扫了一遍旧厨房的位置，把地面清理干净，整洁如初。顺着镜头望去，院子里的花开得正艳，各种色彩在阳光下交相辉映，在绿色叶子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生机勃勃。而屋里小宝宝依旧酣然入睡，小小的脸庞安静祥和。这时新灶台上的水也已经烧开了。阿平检查了一下火候，发现现在没什么需要煮的，他就把部分柴火抽出来节省燃料。细心的他还特别设计了2个烟囱的位置，巧妙地帮助灶台排烟散热。看着这一切，谁又能想到这个小厨房从无到有，都是阿平一个人一点点拼出来的。不仅为自己建起了生活的保障，也为孩子撑起了最朴实的温暖港湾。